从德国农村的一个普通家庭到美国的第一家庭，特朗普家族的崛起是美国梦的典范，还是充满争议的一个特例？一期视频带你了解特朗普家族的发家史。正如大部分美国人的祖先都非本土居民，有关特朗普家族最早的故事可以追溯到17世纪德国西南部的普法尔茨地区。名为约翰·塞巴斯蒂安·特朗普的男人是特朗普家族有迹可循最早的祖先。在当时以农业和葡萄种植而闻名的普法尔茨，如同大多数普法尔茨居民一样，约翰·塞巴斯蒂安·特朗普也是一名典型的农民。他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工作，也只能堪堪在当时的乱世谋得一家人的温饱。虽然对家庭和土地的坚守是约翰·塞巴斯蒂安·特朗普生活的全部意义，也是那个时代大多数人生活的真实写照。然而，追求一个更加安定和富足的生活，却也是人类根植于内心的本能。更何况是受到地理、政治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社会状况复杂多变的普法尔茨。进入19世纪以后，借由频繁战争引发的长期经济困难和社会动荡，普法尔茨掀起了一波移民潮。尤其是在美国政府和铁路公司对宅地法的广泛宣传，更进一步刺激了这种趋势，使得当时个人可以以极低的代价就能合法获取到大片土地的美国，成为了普法尔茨居民以及许多欧洲贫困家庭和农民的眼中实现安定与富足生活的福地。而在19世纪这波移民美国的热潮中，就包括了一位特朗普家族成员，他便是唐纳德·特朗普的祖父弗雷德里克·特朗普。作为如今美国特朗普家族真正意义上的奠基人，弗雷德里克·特朗普移民美国的动机要归结于来自经济、社会和个人动机的综合作用。弗雷德里克·特朗普早年的生活非常困苦，他8岁那年，因为其父的病逝，多年来的医疗费用和丧葬的支出，让这个本就普通的家庭的经济状况变得异常窘迫。为了改善经济状况，弗雷德里克·特朗普的几个兄弟姐妹们在童年就投身到了葡萄园的体力劳动当中，而弗雷德里克·特朗普则因为身体状况不佳，没法适应繁重的农活，则被母亲安排到了附近的理发店充当学徒，以学习这门技艺。不过，理发师的工作显然并不如弗雷德里克·特朗普的母亲想象的那般稳定，因为在2年半学成归来以后，弗雷德里克·特朗普发现村内的居民数量根本不足以支撑他以理发为生，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面对来自兵役和生活上的压力，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以后，弗雷德里克·特朗普随后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那便是移民美国。1885年10月的一个夜晚，16岁的弗雷德里克·特朗普在留下一张简单的字条后，悄然踏上了前往美国的蒸汽船。而这个年轻的冒险者或许也不会想到，他的这一决定不仅开启了自己的新生活，也悄然揭开了一个辉煌家族崛起的序章。弗雷德里克·特朗普于当年的10月19日抵达纽约的克林顿堡移民登陆站，并在随后短暂投靠在了早于他2年前就已经移民美国的姐姐家中。实现美国梦的道路显然不如想象中的那般好走。初来乍到纽约的弗雷德里克·特朗普在美国整整当了6年的理发师，而理发师简朴的生活显然不能让弗雷德里克·特朗普感到满足。于是在1891年，通过亲戚的一些资助，再加上自己工作多年的积累，为实现自己的财富梦，弗雷德里克·特朗普开启了自己的第一次创业，在华盛顿州的西雅图接管了一家餐厅，并在随后将其命名为了奶牛餐厅。作为特朗普家族早期进入商业世界的标志，奶牛餐厅是一家非常多元的餐厅，因为这里不仅售卖食物和酒水，甚至还提供有色情服务。这一经营模式不仅反映了当时西雅图充满机遇与争议的商业环境，亦体现了特朗普家族与生俱来的商业敏锐性。但即便如此，弗雷德里克·特朗普还是在1894年脱手了奶牛餐厅。这一方面有奶牛餐厅的收益不及预期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因发现了大量金银矿藏而备受瞩目的蒙特克里斯托，现在更值得他去冒险。在到达蒙特克里斯托以后，弗雷德里克·特朗普并未像其他人那样执着于寻找金银矿，他的计划是在此开设一家餐厅，以期从络绎不绝的掘金大军中找到独属于自己的金矿。不过，高昂的土地费用在最初却成为了弗雷德里克·特朗普实现其商业计划的一个主要障碍。常规思维下，面对这样的障碍，一般人可能就放弃了，但弗雷德里克·特朗普却并未就此罢休。
通过申请采矿权，弗雷德里克·特朗普之后巧妙地规避了高额的土地使用费用，并利用采矿权允许建造矿工宿舍的规则，在目标土地上建起了一座有那么一点点像餐厅的矿工宿舍。独特的商业洞察力和逆向思维很快就给弗雷德里克·特朗普带来了丰厚的回报。通过复制奶牛餐厅的模式，矿场餐厅大获成功。1年时间不到，弗雷德里克·特朗普就成功买下了这片曾经他望尘莫及的土地。尽管蒙特克里斯托后因矿产资源的枯竭和恶劣的地理条件而迅速没落，但弗雷德里克·特朗普仍旧成为少数几个在这场矿业热潮中赚到钱的人。1898年，借由加拿大西北部的克兰代克淘金热，弗雷德里克·特朗普带着在蒙特克里斯托积累的财富，来到淘金客的必经之地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贝内特，与合伙人共同开设了北极餐厅。这家餐厅以高价提供餐饮、住宿和性服务为特色，迅速成为淘金客的重要聚集地，商业模式再度大获成功。1900年，弗雷德里克·特朗普又将目光转向了怀泰霍斯，在那里开设了一家规模更大的餐厅。这家新餐厅不仅延续了原有的高利润服务，还增加了博彩项目。然而，随着当地政府对性交易和赌博的监管日趋严格，弗雷德里克·特朗普最后脱手了所有资产。1901年，弗雷德里克·特朗普带着约8万马克的财富，也就是相当于现金的65万美元，以成功富商的身份返回德国。在德国的这段时期，弗雷德里克·特朗普完成了自己的婚事，甚至一度打算从此定居德国。但由于早年逃避兵役，他被德国政府认定为逃兵，失去了国籍，被驱逐出境。无奈之下，弗雷德里克·特朗普携家人再次踏上旅程，最后兜兜转转又回到了纽约。当弗雷德里克·特朗普于1918年因病去世时，他为妻子和3个子女留下的是足够让他们继续在纽约发展的遗产。它包括数套房产、上千美元的存款以及股票等，总计超过3万美元的财富。与鲜少出现在公众视野的大女儿伊丽莎白·特朗普和在科技领域卓有成就的次子约翰·乔治·特朗普相比，长子弗雷德·特朗普因其在商界的辉煌成就而更为人熟知。在母亲的支持和自己的兴趣驱动下，弗雷德·特朗普从学生时代便开始学习建筑相关技能。1923年，刚成年的弗雷德·特朗普接手了家族公司伊丽莎白·特朗普与儿子，也就是如今特朗普集团的前身。1年以后，借用母亲的800美元贷款，弗雷德·特朗普建造并售出第一栋房屋，由此也迈出了家族在房地产领域的第一步。背靠咆哮的20年代，美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和战后经济的繁荣，旺盛的市场需求之下，弗雷德·特朗普的事业开展得顺风顺水。3年的时间里，他建造了10几套房子。为了实现资金的快速筹集，他甚至还开展了期房的销售模式，但依旧供不应求。虽然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的经济大萧条也给予了当时美国房地产行业巨大的破坏，造成了房价下跌、信贷减缩、投机活动崩盘和住房需求下降等负面影响，但弗雷德·特朗普依旧在这场危机之中看到了机会，比如通过从破产的抵押贷款服务公司手中以极低的价格购得大量断熟的房产，再加价转手将其售出，就曾让弗雷德·特朗普赚到了丰厚的利润。而利用联邦政府在萧条期间旨在降低贷款门槛、改善美国住房市场环境的国家住房法，弗雷德·特朗普则又以很低的成本，在整个30年代建造了超2000套房屋，赚得数百万美元。在商业上的巨大成功，还让当时的布鲁克林日报将弗雷德·特朗普评价为了住宅建筑业的亨利·福特。进入40年代以后，名声在外的弗雷德·特朗普依靠与政府的合作关系和公司业务的拓展，又相继参与进了战时公寓和退伍军人住房的建设，获得了上千套公寓建设的合同。这一系列规模庞大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使得特朗普家族的资产在20世纪40年代就达到了一个相当可观的水平了。此外，在房地产开发过程中，与政界人士联系的日益紧密，对商业环境中政治运作的关注，虽没有促使弗雷德·特朗普直接参与政治，但由他积累起来的人脉资源和政治经验，显然都为后来唐纳德·特朗普进入国家政治奠定了重要的基础。通过政府合同谋取暴利的行为，让弗雷德·特朗普在此后受到了不少的争议，但这些并未阻碍他在纽约房地产市场的持续发展。1961年，通过资助纽约市长罗伯特 ·F. 瓦格纳的竞选活动，弗雷德·特朗普获得并启动了人生中最后一个大型项目——位于纽约康尼岛、耗资7000万美元的特朗普村的建设。
作为第一个以特朗普家族名字命名的建筑项目，特朗普村的成功是特朗普家族商业帝国初具规模的一个重要象征，亦证明了特朗普家族在纽约房地产的市场影响力和地位。1973年，特朗普家族的发展迎来了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年，经过多年历练的唐纳德·特朗普接替父亲，成为了特朗普集团的新掌舵者。含着金汤勺出生的唐纳德·特朗普，其优越的家庭背景和不同于普通人的人生经历，似乎注定了他将拥有超越普通人的视野和判断力。唐纳德·特朗普的成长路径是典型的美国精英阶层培养模式。他在纽约军事学院接受过严格的纪律训练和领导力塑造，在全球最著名的商学院之一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商学院强化了自己的商业知识和精英身份。不过，除了精英式教育形成的普遍特质之外，唐纳德·特朗普也展现出了独特的非典型特征。这可能是受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个人主义和成功学风潮的影响。比如，唐纳德·特朗普比一般的精英更注重自我推销，更擅长利用媒体塑造个人品牌，也更倾向于打破传统的规则与边界。尤其是不拘泥于传统的特质，他之后不仅成为了唐纳德·特朗普独树一帜的标志，更将对特朗普在日后的商界、媒体乃至政治领域的行为与决策产生重大影响。有别于弗雷德·特朗普主要集中在布鲁克林、皇后区等纽约市郊区和专注于建造中低收入的住房项目，唐纳德·特朗普在执掌特朗普集团以后，树立起了要将家族企业从地方性房地产开发商改造成为面向高端市场的大型地产企业的目标。基于这个目标，他将目光转向了纽约市最具竞争力和高利润的房地产市场曼哈顿。在1978年，与凯悦集团合作翻新毗邻曼哈顿中央车站的废弃酒店，是唐纳德·特朗普在曼哈顿开展的第一个重要且成功的项目。当这个被称为纽约中央凯悦大酒店的商业项目于1980年开业以后，它独特的玻璃幕墙外观以及现代化的内部设施，让它一举就成为了曼哈顿的重要地标之一，亦给特朗普带来了极其丰厚的利润。根据媒体的估算，当特朗普于1996年因各种原因将中央凯悦大酒店的股份出售之时，这个商业项目可能累计给他带来了超1亿美元的收入。迈入曼哈顿房地产市场成功的第一步，显然极大地鼓舞了唐纳德·特朗普，更让他坚定了专注于大型和高端房地产开发的决心。此后，多个大型项目被唐纳德·特朗普陆续启动，它包括未来作为特朗普集团总部的特朗普大厦、特朗普广场、特朗普公园大道等等。也是得益于在房产项目上的成功，加上其父所拥有的数千套房产，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纽约房地产市场繁荣的背景下，特朗普家族在1982年以2亿美元的资产首次登上了福布斯富豪榜。除了在房地产行业大展拳脚，为了能将家族影响力扩展到更多领域，实现更大的知名度和多元化收益，从80年代开始，唐纳德·特朗普还积极参与进了航空业、体育赛事等众多领域，尤其是一战一系列的高端项目，将自己的名字与奢华、成功等概念的深度绑定，显然为其日后转向轻资产模式及依托个人品牌进行授权经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而唐纳德·特朗普凭借大胆的商业策略和品牌化营销，虽让特朗普家族商业帝国的规模攀登上了一个新的高峰，但由于特朗普的运营策略非常依赖债务融资，这种高杠杆模式虽能在经济上行时放大它的收益，可当经济下行时，亦显著增加了它的风险。当时间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特朗普集团因过度依赖高杠杆融资而积累的巨额债务，加上低迷的市场环境，导致收入锐减和资产大幅贬值。特朗普集团陷入了创立以来最严重的财务危机。数据显示，1988年，特朗普集团的总资产估值虽高达约90亿美元，但这一估值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杠杆融资和未来收益的高预期。随着1990年全球经济衰退和美国房地产市场低迷，集团资产估值迅速缩水至约45亿美元。到1994年，这一数字进一步下降，仅剩约10亿美元。与此同时，巨额债务令集团雪上加霜。1990年，特朗普集团的总债务约为35亿美元，其中10亿美元是由唐纳德·特朗普个人担保。这些债务的高利率意味着集团每年需支付约3亿美元的利息，而当时集团核心业务的净现金流还不足5000万美元，资金缺口巨大。
为了保住核心资产，唐纳德·特朗普不得不断臂求生。他出售了多项非核心资产，包括价值超过1亿美元的特朗普航空和纽约广场酒店，价值2900万美元的私人游艇公主号等。此外，集团还通过破产保护程序与70多家银行进行了债务重组，达成延长还款期限和降低部分利率的协议，缓解了短期债务压力。进入1990年代中期，随着美国经济逐渐复苏，房地产市场需求回暖，特朗普集团的核心资产估值开始回升，现金流状况显著改善。1997年，集团总资产估值回升至约20亿美元，债务也缩减至20亿美元，净资产重新回归正值。尽管20世纪90年代的债务危机削弱了特朗普集团的整体实力，但这也促使他们开启了深刻的业务转型。进入21世纪后，特朗普集团调整商业模式，除了仍在如纽约、芝加哥、华盛顿等核心地区直接投资开发大型项目以外，品牌授权的轻资产模式也成为了集团的重点业务。一些信息显示，仅通过在印度、迪拜、菲律宾等海外市场的品牌授权，特朗普集团每年就可以获得至少超千万美元的收入。截至2021年，特朗普集团拥有的数十家大型酒店和高尔夫球场等资产，其整体品牌估值仍然高达数十亿美元。唐纳德·特朗普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的标签，是在2000年以后才被更多的人所关注。但事实上，他对政治表现出的兴趣，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迹可循。这包括多次接受媒体采访，讨论美国经济、对外政策、政府管理问题等等。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以惊人的结果战胜希拉里，入主白宫，显然是唐纳德·特朗普政治生涯的一个高光时刻。但也是从那时起，围绕他的争议也变得更加广泛和复杂了。2017年，为避免在担任公职期间与私人企业之间产生利益冲突，唐纳德·特朗普辞去了特朗普集团首席执行官一职，并将管理权交给他的2个儿子小唐纳德·特朗普和埃里克·特朗普。然而，有证据表明，特朗普其实并未完全切断与集团的联系，而是将资产转入了一个信托基金，并保留了主要受益人的身份。这意味着唐纳德·特朗普虽不直接参与企业运营，但仍可从集团的盈利中获益。这一安排之后，引发了外界对其潜在利益冲突的广泛争议。唐纳德·特朗普任总统期间，其家族企业与政府活动之间的交叉一直都是舆论的焦点。例如，其旗下酒店和高尔夫球场被频繁用于接待外国官员和举办政府活动。根据福布斯的报道，这种关联使集团的某些业务领域，尤其是高尔夫球场，吸引了比以往更多的高端客户。2025年的特朗普已接近耄耋之年，尽管他依旧充满活力和斗志，但岁月的印记却也清晰地刻在了他的面庞。总有一天，时间的洪流终将如对待他的父辈们那样，将特朗普从舞台的中心推向幕后，而特朗普集团的未来也终有一天会脱离他的掌控，转由新的继承者续写新的篇章。回顾特朗普家族这100年的商业传奇，从弗雷德里克·特朗普扎根美国，到弗雷德·特朗普在大萧条和战后繁荣的时代步步为营，打造出一个房地产帝国，再到唐纳德·特朗普在资本全球化浪潮中将特朗普的品牌推向世界，并登上美国政治的顶点。3代人的奋斗构成了一幅生动的美国梦，亦折射出了他的两面性。一方面，他展现了胆识与机遇带来的阶级跃迁；另一方面，他也揭示了财富与权力的代际传承是如何让精英阶层的地位更加稳固，并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平等。特朗普家族的100年传奇不仅是一个关于家族的故事，更是美国的故事，一个理想与现实交织、梦想与矛盾并存的故事。